这有什么太色情了吧？他有在拍自己的性爱影片，女朋友去开房间，然后结束了吧？因为我包很重，我放不开。我的性格真的是偏严肃。上次我看他穿裙子，我把内裤没收。你有没有在打过野炮啊？我本来也很喜欢王力宏，没有，我懒得整天约会。没有否认大点。你把我身材拍的好不好？啊，就鸡鸡不要看起来太小。3点都要露这样。型男电一趴，Chill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大来宾叫做 Even， 对，非常冷静的一个人。哦，我觉得 Even 很酷是呢，他自己是私厨，然后又是健身教练，最主要呢，他现在在做 YouTuber， 他的频道我觉得超级赞。糟糕，不好意思，以前已经飘掉，一眨眼，突然飘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等你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也是一个大掉，然后好痛。隐形眼镜瞧好了，我之前看到他做那个私厨那个大鱼的时候，觉得哇也太酷。那像这样做这样一个私厨大概要多久的时间？我们会先准备食材，然后下午的时候要做自备嘛，包含晚餐时间大约是6到7小时。私厨的时候你有穿衣服吗？有啦，有穿啦。所以你不是都有是裸上身，然后对啊那个是那个是为了要拍影片，拍 TikTok 的影片。我问，如果万一他要你私出来，另外加钱可以吗？没有，我应该是不会接，因为你当牛郎不是，我应该不会接。厨师就是要色香味俱全啊。我怕那一盘菜瞬间失去了那个色彩。加钱可不可以让你状态呈现？没有，那我们换个方法说好了，干脆派他来当赞助商，sponsor 一集我的频道。啊，对，可以吧？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还是可以的。没有换个方法做嘛，就变成说是我在拍，大家就知道换个方法就可以赞助他的频道，他就可以活上身，然后帮你们做菜，节目效果。对。哎，聊到 YouTube 啊 ，Even 的 YouTube 啊，大家可以点阅一下，我觉得非常的酷哎，就是你做一个餐车，然后约人来，然后是要做料理是吗？餐车。他去到别的频道去了，去到别的不是餐车，就是露营啦，邀你的朋友来，然后你要做你的自己的料理。就是Even 实践加生活这个频道，主要就是把 Even 在做菜的一些生活的部分去分享给大家。那为什么他没找我们啊？因为我最近疏于拍摄，就是比较没有拍。我们2个可以帮你拍，还有剪辑啊。好，来，Go， OK， 没问题。下个月。对，然后我们去包一个民宿，就是我们3个就是不断的裸，不断的裸，就找一个民宿有篮球场、有游泳池，然后又有厨房的。有这种民宿吗？有，那就靠你去找了。我们3个可以先拍，然后再拍一个。好啊，就是你露营是你要邀人来，然后你要做你自己的健康料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说，其实频道上面主轴虽然是食物跟健身2个主轴，那就是符合我厨师跟健身教练2个形象，我就会做一些可能比较健康的料理，然后又是好吃的。假设说蛋白质大家整天吃可怜的鸡胸肉，那我可以用一些鲔鱼啊，然后做一些可能酸辣啊这一类的，它的口味就会更好，然后也是健康的，然后营养素也是很 OK 的。这我很需要哎，因为我长期吃那个过水餐，所以你有去研究营养学吗？因为我之前念的大学，它是有要求我们要学营养学的。跟食物学，然后我后来去考教练执照，我们也要学运动营养。我也是餐饮科哦，真的哦。我觉得下次就是你们2个组，我来评分好。因为我的专项是日本料理啊，日本料理在台湾是没有证照的。我日本料理是唯一被当的。他是从餐饮科跳到变成健身教练，然后变成健身教练的管理者。哦，对，你是管理，对，管理的，哇，很厉害。因为我们大学有学一个叫俱乐部管理，所以我们就是把服务业在做设定一些 SOP 啊，然后包含一些行销业绩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。哎，可是你看起来算蛮斯文，人很 nice， 管理者不是都要有一个很凶的权威感？其实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其实就很算严肃的一个人。真的假的？你骗人！拜托，如果大家想要他原本的他，请看抖音上面的直播。可能直播上面我就比较做自己，就是我基本可能1个小时不讲话，我就在做自己。粉丝问我话，我也不回答。然后最常听到的就是说，那个要怎么瘦肚子？我就说你只会嘴巴讲，就不用瘦。
之后还直接呛粉丝这样。对，就是讲话会比较直接啦。那你像你在教健身的时候，有遇到什么？如果说比较特别的话，就是我之前帮任达华做过训练。我靠，任达华是我偶像哎。对，就是任达华他演的角色是需要懂一些那种健身知识啊，然后要知道说这个动作怎么做啊，他有点像是偏向那个总教头那样的角色。可是你这样的外形怎么没有被他们找去当那个拍摄的人？因为演艺圈被你们这种人占据了。对啊，因为演艺圈都被你们抢光了，没有人要理我们。广告、戏剧跟电影，你自己最想做哪一块？最想做可能还偏向戏剧跟电影会更有兴趣。那如果你要演一个角色，你想要演哪一个角色？我想要演的角色可能会比较偏向坏人。坏人？我的性格真的是偏严肃的。认识我的朋友们，底下留言就会说非常难搞、机车、难相处。你知道我很想去看你直播就是你去访问郭台铭，他不会骂你啊，因为他跟你没有利益关系。所以你把自己自诩为郭台铭？没有。郭台铭的英文就是 Good timing。我发现那台 GoPro 没有开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用这一台。好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？我健身其实很早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跆拳道跟田径的运动选手，大概从16岁左右，国3毕业开始接触健身。对，所以你跑步很快吗？跑步很快吗？多快就是你跆拳道学得快吗？没有，我不敢说多快啊，就是还可以，就至少可以参加可能全国比赛，或有到全国前4。那跆拳道是到黑带？是到黑带。然后你现在很能打吗？没有，我其实真正结束这些东西的关系，是因为我的腿其实在一次受了比较严重的伤，就是髋关节整个脱臼。什么？我想要叫你表演劈腿我原本想，因为我都拍武打片，我说我们可以现场打一顿。可是武打的部分跟真正的，可是就套招啊，他就是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后你只能演床戏了。那可能可以哦。对，讲到这，如果就是有导演要找你演床戏，然后真的3点都要露，这样你是可以的。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戏剧的脚本设定是到真的很专业的部分，然后不腥三色，我觉得是可以啊。那如果蔡明亮找你呢？反正有大导演找你，觉得剧本合理都可以演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的。像你比较爱韩国的服饰嘛，所以你穿着都非常韩系。对，在这2年因为开始接触自媒体，在韩国它是一个没错，就是礼貌，对，甚至其实所有的艺人，包含宪哥，他上节目也带妆啊。对啊，那只是让自己自我提升的一种方式了。所以你自己会有自己上妆的程序是什么？我其实没有很会，没有，我们就想听。我就很简单，一个防晒4底，然后可能粉底画个眉毛，结束了，没了。那保养呢？保养前面会可能就先擦个保湿，然后1个礼拜可能就敷个3、4次面膜，然后再来就很重要的就是1个月至少要做1次医美保养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？为什么没有找他？因为我有固定配合的医院。没有啦，你们2个不是认识的吗？没有，有猫腻，有猫腻，一山不能容2虎。对，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其实跟我认识很多年，已经7、8年了，然后他们开医美也非常多年，早期就都给他们弄了。我哪有不找你？有找你好不好？那我知道了，找你打针。我知道了，你找你朋友去做什么医？就是可能净肤啊、飞梭啊这一类的。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男生不管在头发上面，还有尤其皮肤保养部分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之前到一间医美诊所，他们有帮人家去做护肤的这一块，但是我就跟他说，那我背上就是现在也想要做这些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没有男生的服务。对，苹果树有很多，以后请找 Markers， 很多的这种不管是 SPA 或者是护肤，甚至到除毛。他们可能针对男生这一块，他们都是比较不接。就找我们啊，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一块。你知道我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，对男性的服务的代表。你干嘛去找其他医美啦？你可以切开来嘛，你的脸在上面吧，你脸相给我就好。对啊，我们帮你照顾你的背后啊。它可以治痘痘啊、焕肤啊，然后我们有水感微针、清粉刺的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很在意的就是像我们今天拍健身模特的照片，就是一定会裸上身是基本嘛。你如果说痘痘多，或者是你可能毛孔粗大，就皮肤不好，这样拍起来也不好看啊。到后面其实他们修图异化就要开很强，强的话会吃掉我们线条的细节，对，就会很麻烦。就是还是要做皮肤上面的保养。我不管，你就是要过来这里。对，我们再私下约。好，现在录影存证。腹肌你是自己练吗？腹肌当然是。
就是看过我频道的人都会知道，我公开我觉得最难练的地方就是腹肌。其实腹肌除了肌肉量以外，还有天生 DNA 的基因形状问题，还有皮下脂肪的厚薄度问题，其实很麻烦。它不像说我们天生就四肢体脂率就偏低，然后随随便便就爆青筋。那你知道现在就是马克斯这里有进了一台机器，30分钟等于做3万下的仰卧起坐，你要不要来体验看看？这么厉害？对，就是要离开你的好朋友了。没有，所以难怪我都看你没什么在练，原来他秘密是这样，你是不是很心动？30分钟3万下的仰卧起坐，你听起来是蛮厉害的，是不是？我上次有做，我觉得超有用。好，下次来体验一下。对不对？他很难学，他很难学。我会希望现在的男性们也爱自己一点，不要永远都只想着赚钱。你赚到了钱，去给女生花，没有，老婆把你钱花掉，还出去找小王，找个小鲜肉，还告你，对，不是很可怜吗？人财两失，倒不如用在自己身上。这个想法觉得还不错。还有我们第一次见面哦，他来跟我训练，是疯狂的一直在健身，赶快加重量。啊，我就是用健身跟料理在交朋友，所以我的朋友、我的同事都知道，谈工作、健身房。约吃饭也是先健身再吃饭，反正就任何事情都是先到健身房。所以我知道了，所以Even就是到全台湾各个地方，只要跟他谈任何事情，就是健身房。那到底要在哪个健身房可以堵到你啊？哪个？哦，现在不容易堵到，因为我现在到处跑。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疯狂的粉丝？遇过很夸张的那种超级贵妇，就直接跑去跟我的主管说，Even今天业绩差多少，我直接刷。哇，真的？然后后来有刷？我没有。他要这样刷，我们当然不会给他这样刷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双向选择嘛，你可以选择教练，教练也希望选择一个认真的学员。对。那如果你今天不认真，我教的也痛苦，你练的也痛苦。哦，你教的学生如果他不认真，你自己也会就是说，那你还是可以换换看其他教练，你也不教了。对，我其实会，然后我会比较客气的说，我现在有一些其他规划，可能没有办法排的这么多学生。对，听到没？就是你被换掉。我觉得看过刚刚的那个解释过后，你就知道不要找他健身，请找他拍 YouTube， 他会做私厨就好。那我现在要聊一个，就是我们切入主题。如果电影跟音乐啊，如果要选一部电影来代表你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说一个潜在的心理层面吧。像我很喜欢一部老电影叫《世界末日》，对，布鲁斯威利演的。哦，那个很久以前呢，那我还没有出生吧？它其实主要就是在讲说，地球要世界末日，有陨石要掉到地球，会把整个地球毁灭掉嘛。那他们就要派一组太空人去陨石上面放一颗核弹，把那个陨石炸掉。这个部分会有很难的技术，是因为核弹如果在表面上面爆炸是炸不开这个陨石，它必须要钻洞，钻到这个核弹的中心。那他要把这核弹放下去引爆，才可以从中心炸破它。那太空人没有这样的技术，所以他找了一群就是挖石油的人。这些挖石油的人，其实他们的生活私底下生活就是可能很放荡不羁啊，可能有的有前科啊，各式各样属于偏向黑工那样的感觉的人，他们却今天要搭上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。最后很感人的部分是因为就是里面的这些人，不管他们的出身，不管他们的来历，但是他们却愿意为了世界、为了社会、为了他人牺牲自己。成就他人的这个精神，我觉得是现代人做不太到。就是我很容易被这种就是牺牲自己、奉献他人的这种精神去感动到。就是其实现在今年28嘛，其实我在3年前就签了弃捐。对，我会觉得就是说弃捐，对，就是器官捐赠呢？对，器官捐赠。你已经捐了？没有，我已经签了。签了。好烦啊！对不起，我吓到了。你捐哪里？其实我会觉得说，既然如果有一天真的这一步真的必须走到，还是让它产生真正的价值吧。反正人死后不就那样？对，就是觉得他可以把人的价值吓我一跳。你是觉得人可以放大他的剩余价值或者接下来的价值会很棒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有意义的终点。这很棒。对，帮你鼓掌一下。这也没有什么好鼓掌，反正很棒。那音乐呢？音乐你选什么？音乐的话，我选一部韩剧叫《我的大叔》，对，他是 IU 演的。他这一部片的主题曲中文翻译好像叫《大人》还是叫《成人》。因为这一部《我的大叔》是一个很悲的韩剧啊，它也是在讲那种就是少女从小就是背了很多家庭债务，是被讨债集团然后痛殴，是一个17、18岁的少女这样子，然后流落街头一些故事，然后受到社会上面的温暖。
所以你喜欢的真的都不喜欢八卦，也不喜欢英雄，就喜欢很底层，对，很社会面的东西。对，我喜欢很真实、很现实的东西。现在的社会，这个爱要给的值得的人，真的是比较难看得到了。所以你有常受伤过？还是别人受伤？在感情上面的，可能当过受害人，也当过加害人，所以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对，因为你2个身份的人都当过，所以你才会知道接下来的价值观是对你人生真正有意义的。好，适合爱情会选哪一个？现在啊，对，我觉得我现在2个都可以同时拥有，所以已经上轨道了。不是，就是事业的部分已经讲白了，我要养一个女朋友，不要她每天买奢侈包，女朋友要养活她是没问题的啦。所以我才说我可以共同拥有。所以如果他在抛弃你，还是也可以活下去的一个人。可以啊，因为如果今天他对我不仁，我为何对他有意呢？你怎么冷冷的讲出一个很恐怖的一句话？他人就互相嘛。音乐我觉得 IU 厉害，他有唱过广东歌、国语歌，韩文很厉害，他就是影视歌全部都对，他演戏剧、电影、歌唱、演唱会什么的就都全方位，而且年纪还很小，然后又是风评很好的。对，我记得 IU 还不到30岁吧？对，跟你差不多吧。如果他追求你呢？我要答应啊。认识我的朋友其实都从来没有人看过我掉过眼泪。你是一个不哭的人。对，就是上一次在人类面前掉泪，已经至少有10几年以上了。但是就是韩剧，它是可以让我就是进入那个情绪的。那你看到一个狗被撞死呢？不会。猫被撞死呢？我会心疼它，我会愿意帮它安排东西，但是我不会有鼻酸感。对。啊，可是我看到狗，我会落泪耶。你为什么没有大人选？如果有人找你拍A片，你敢？我敢吗？现在的我应该是不敢了。我的思维是，假设说今天因为裸照被人家偷拍啊什么的，你把我身材拍得好不好？你如果拍得好的话，我就算了；拍得不好，我就会想办法要赎回那张照片。我真的在乎说，如果裸照出去的话，就鸡鸡不要看起来太小，我都 OK。你是平常有在拍自己的性爱影片是吗？没有，我是说，万一哪天被人家偷拍或者什么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很多新闻我看到。那你要不要先把这些全裸拍好？有发生事的时候你去丢新闻稿。就是说，请用这一张。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以后就知道大家如果有性爱影片或者是什么裸照外流，这危机公关处理就这样处理。对，就自己先拍好，对，然后自己发新闻稿。不错，你看前一阵子不是那个谁，那内地那个叫什么？一凡他不是被人家说什么多小，他如果这时候就丢出一张他的全裸，然后证明人家赚流量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赚流量？像牙签，你就给他看《琅琊榜》。对啊，把这个还把这个视频卖给某家公司做版权。我们这个思维是站在生意的角度，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同时又达到宣传效果。对，你不管是管理阶层，没有想到形式，没有同样的，像王先生那个，大家舆论可能很低落嘛，可是大家 KTV 都在唱他歌，对，就点击率变高了，流量都上升。他搞不好这一年的那个 KTV 排行榜，他把前10名都是他。对，你不知道的是，落叶归根，花天一犯的错。对啊，然后还带红他身边跟他合作过的对象，对啊，全部流量都上涨。我本来也很喜欢王力宏啊，这样会失望吗？我不会啊，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全世界人都这样。是渣男需要太多条件与本事，我目前还没有那么。例如说你叫我讲甜言蜜语，我就没办法。但你知道，不是甜言蜜语也会吸引到别人的吗？因为你有一种 S 的概念。没有，就是渣男他要太多条件的嘛。你有啊？我觉得你有。身高。对啊，样子、身材，我太懒了，我懒得大屌，没有，我懒得整天约会。没有否认大屌。那你有没有做过你自己觉得最离谱的事情？对，精神来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一种，就是叫最疯狂。你有没有在打过野炮？像我就有在操场，我有在那个阳明山上过。我觉得学生时期可能在学校吧，不是你想的那种，就是逃生门的楼梯间，是那种旋转走道、大走道的楼梯间。没有人吗？放学你是晚上去这样？就是差不多，就是校队练完，晚上学校7、8点应该都没了。我可能比起就是要在哪边坐，我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情趣吧，例如。女朋友一上车约会，然后她可能穿裙子，我把内裤脱掉，然后没收她今天的内裤，让她今天一整天是没有内裤的状态。你是说跟你出去约会这样？我女朋友啦，然后跟我出去约会，一上车我看她穿裙子，我把内裤没收。所以我先说你是适合那个 S 的个性啊，别人是属于 M 啊。
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主人，你要跟人家听。所以那你会去掌控它，像什么捆绑啊，或是那种？不会。哦，就是玩这些这种小情趣。对，就是逗他这样子。这不错啊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他这样子人风不会吹进他的。有玩过角色扮演？没有，我就是你都是走正常的性爱的。对，比较正常，因为你要我扮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偶包很重，我放不开。就女朋友演啊，我不会去要求女生，她愿意的话自己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提说你穿什么，我从来不会。我的女朋友其实都比较保守，邻家一点点，因为我喜欢比较乖的女生。哦，你没有？那你先把她内裤脱掉。所以这就是所以这才是刺激点，就是他会觉得很惊吓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对，例如说，可能说今天啊，假设今天跟女朋友去开房间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把。哦，那他把你内裤拿走，他跟你开玩笑，他觉得好笑，我不觉得好笑。对啊，然后就会说拿来，我闹他，我有本事安抚他的情绪。那你要闹我，跟我开玩笑，你就有本事处理，没本事你就不要闹。就像我的观点，很多人说哦，可能男生不能打女生，然后女生怎样。可是我就觉得不能打，不能。我先讲，我没有打，不能。我先讲，没有。只是说，我会觉得说，我会当人家觉得说，我不管男女之间都平等，就当他做太过分的时候，我觉得法律上面有在分男女吗？没有嘛。对，我觉得他很在乎性平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其实好了，这个观点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健身的时候，你说，你看女生奶大就好了，你看我们男生还一直在挤那个腹肌，多累。他会有这种概念。可是女生很辛苦，要生小孩，而且有月经啊。就是那是他不可控的，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可控的。他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他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。你为什么要当一个烂人？对，然后你把自己变成烂人之后说，哦，我是女生，所以你要养我，你要怎样怎样的，变成理所当然。好，因为我们女生替你生小孩，然后所以就要买房子给我们什么？干嘛？你拿自己来卖啊？我突然发现他长得有点像林博，林柏宏。他的反应很好。这是金马奖的主持人。没有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没有办法判断。好像经常有人讲你像谁。之前有人说过像许光汉啊，蛮像的，好像有。对，然后我才去查许光汉是谁。那许光汉和林柏宏接下来他们要演一个 BL 剧。如果有人找你演 BL， 你敢演？看钱多少。我超爱他，他这个是很真实。为什么你的标准会是在变？我没有变啊，因为你刚才没有跟我讲说是什么大制作，或者假设说今天是 Netflix 拍的片，像这次华灯这样子啊，对，拍啊，干嘛拍 Netflix？过一场戏很劲爆，就是在镜头面前打手枪。你看到某人过，你想要跟他做，可是不行，你是压抑的，可是你要回家自己打手枪。目前的话，片酬100万，100万太少，200万。我看他是在乎片酬还是在乎剧情？最终的定论是这个东西是艺术品，对，没问题。那可以吗？那我可以。真枪实弹做，那我可以啊，也可以打手枪。但是前提是我如果结婚了，我就不答应，就不会。趁他在这个2年之内不会结婚，应该可以找你吧？或者是我们可以拍悬疑啊，对不对？例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冷血杀人魔，而且其实我对用刀是蛮熟悉的，我比较喜欢刀。剑的话太帅气，我喜欢屠龙刀跟倚天剑，因为我喜欢阴险一点。比较阴险，他就是想要捅人一刀的那种。manga 里面那时候陈汉典演的那个角色，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做自己的一个 even， 他希望大家来看他的 YouTube， 看他如何做自己，还有做菜。那最后总结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Even 的 YouTube 频道跟他的 IG， 然后有任何厂商啊，如果要找他演戏、广告、业配都可以。那我们就下期见。拜拜！居然跟他开玩笑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太色情了吧！